我们蹲马步膝盖内扣的话，其实那个就是另外一种技术啊，人家咏春拳的马步是那样做，但是我对咏春拳不了解，所以说这个不敢妄加评论。之所以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让大家能够清晰、快速、准确的了解马步的要求。马步蹲下来之后，脚尖朝前，后腰挺直，大腿水平，脚尖朝前。如果我们的脚尖是撇着的，外八就不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朋友们，那今天给大家先介绍马步，因为马步它是基本功、基本装步。完了以后，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多蹲一蹲马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蹲马步啊，它对锻炼人的这个大腿的力量，其实这个在运动训练里边，我们有相同专业的同学都知道，在运动训练里边，这个叫做静态性的力量练习。其实蹲马步，我们在保持这个身体的动作姿态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核心肌肉群的。好，这个是马步，马步一般一组蹲多久？这个因人而异。比如说我现在能蹲个差不多1分钟，因为我天天不训练，光代课不训练。现在，朋友们，一次蹲多久合格？这个不要紧，我们在标准的状态下，比如说我今天啊，我想了，下定决心了，我这次要蹲20秒钟。好，那蹲20秒钟的时间，咱们严格的按照这个马步的2个维度，刚才向大家介绍过，三脚半的距离，大腿水平，然后脚尖朝前，然后双叠掌，身体直着往下压，往下坐下去，20秒钟的时间，我们数到20秒，差不多这个腿就差不多开始发抖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起。那这样的话，今天蹲20秒，明天蹲20秒，那这样的话是我们每天蹲个2-3次，差不多1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往上加10秒了。那加10秒，加10秒，加10秒，但其实这个就是咱们以前古人说的积少成多，滴水穿石，很快就能达到1分钟，就非常好。早上好，朋友们。好，这个是马步啊，基础的养生的视频。其实基础养生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些，比如像八段锦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好多，就我的朋友就有好多，他们都在开这个八段锦的直播，可以找一找。我们这儿是本地的孩子，刚起床，我现在还没吃饭。蹲久了会不会大腿变粗？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大腿变粗啊，其实是我们以前在上体院的时候，完了以后，我们有同学去练那个健美健身，他们天天训练，然后针对性的训练，还有那个辅助的器械的练习，然后还吃蛋白粉，完了以后那个腿想粗一点，你知道多不容易吗？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，我们如果是自己锻炼的话，腿它可能会变粗，但是更多的可能会变得更有劲儿，更强壮。因为在非病理的状态下，一个人的大腿的维度越粗，肌肉越多，他的那个心肺系统的功能就越好，这是成正比的。所以说建议大家多蹲马步，让自己的这个双腿变得更有劲儿。37岁学武术，那37岁这跟我都一边大了，可以，当然也可以。没有问题，八段锦详细解说。好的，其实今天早上开直播，就是我昨天晚上看到有好多不是有好多同学，不好意思，平常代课代惯了，有好多朋友都说，能不能教一些基本功啊什么的？我说那行啊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今天早上我起床我就过来了。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武门说好多假账号啊，但其实没关系的，朋友们。这个我首先说一下，我们有2个账号，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我的大号，因为这个号上面都是俱乐部的孩子们，然后我想发一些俱乐部的孩子们视频，把他们视频都放在一块儿，
也会出一些我自己的教学视频。然后另外一个号呢，就是会放一些大部分朋友都比较喜欢的这个宣传的视频，是我朋友在运营啊，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好，气血不足怎么调节？我觉得气血不足，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比如说昨天晚上在向大家说精气神的时候，然后就有朋友问我们怎么去锻炼精气神啊？其实我想了半天，我蹦出来8个字，就是好好吃饭，早睡早起。我发的那个视频为什么删了？有些哎呀，我上班的有些话我不能乱说，是因为我想把俱乐部孩子们的这个视频和其他的视频分开。谢谢。Speed 走了没 ？Speed 已经离开武术馆，在前天的时候已经离开了。张勇师傅跟我是朋友，张勇师傅张教练是跟我是朋友。昨天晚上我们还打电话联系了，我那儿吃拉面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把我烦的。我说你别打电话，我吃拉面。对，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。梁小龙，想学防身术。其实朋友如果想学防身术的话，这样吧，我随后我出一些视频，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要求，完了以后呢，我尽量的去满足大家。但是大家直播间不要刷礼物啊，咱们就光聊天，我就光在这嘚白话就行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就听一听。我以后呢，我想应大家要求会出一些简单的教学视频，因为武林界的高手很多，然后我力所能及的，比如说一些基本的拳法的这个教学，功法的教学，包括养生功的，我自己能讲的，我自己懂的，然后我给大家介绍，我力所能及。打的棍子。塔沟五窍非常好的五窍，我看这边大腿粗，可能是骨盆前倾的原因。骨盆前倾这个是不是要去医院啊，朋友？这个我不能乱说，因为这个我真不懂，超出我的专业范围了。哦，有朋友说啊，又救了直播，其实我只是在做一个怎么说呢？在做我的工作，我在做我的分内的事情，因为我是教练嘛。肾虚这个问题不予回答，大清早的我们不谈论这个。同学，说同学没事，谢谢。2年3大基础，可以练武术吗？我觉得可以，但是28岁，我估计你没有那个时间去练武术了。不要皱眉，好吧。去哪儿了 ？Speed 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呀。早上睡觉和晚上睡觉有什么区别？哎，这个问题好，朋友，我看到哪个好问题，然后我就着重的给大家解释啊。根据我的理解，这个早上睡觉和晚上睡觉有什么区别吗？早上睡觉没法睡子午觉，朋友。其实，中医里边有个子午流注的这个理论，当然我这个班门弄斧啊，我只是道听途说，但是它是，如果一个人日夜颠倒的话，对身体其实非常不好的，因为它不符合自然节律，如果想养生的话，还是顺应自然比较好。能教些简单的招式吗？可以。好，朋友们，比如说啊，我在带我的学生练功的时候，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就是颈绕环。哎呀，这个太基本了，就这个动作，颈绕环。其实经常做电脑的话，主要受力的部位呢，我觉得是我们的脊柱，因为我们在坐下来的时候，脊柱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，那其实坐久了就会不太舒服。
那如果我们要活动我们的脊柱的话，一个是颈绕环，简单的；一个是就这个动作，体绕环，颈绕环，体绕环。八段锦里边有那个动作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就那个国标的八段锦就可以。我看国家体育总局的那几位老师讲的也很详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搜一搜看一看，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白话了啊。但是这个动作呢，先侧仰，然后肩膀压下来，看着脚尖儿，从脚尖儿顺着脚内沿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是直的，然后看到脚跟儿。好，这个时候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腰椎呢，它的脊柱是这样斜的，我们这边是这个髋关节，这个是脊柱，我们要让脊柱这样来转，这个叫脊柱的环绕。好，我们转过来的时候，看后仰，仰腹过来。好，我们再加上颈椎的动作，仰腹过来，仰腹过来。但其实这个动作非常好，我觉得这个动作能够回答刚才朋友提出的那个问题，就是天天坐在电脑旁边，然后没时间运动，就那样。我觉得那个问题就是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非常好，在咱们刚才马步的基础上，然后去练这个动作非常好。脖子疼死可能是落枕，朋友，你这可能是落枕，是不是睡的姿势不太对？少林寺学习能带手机吗？据我所知，表现好的同学，我说是那帮练武的小孩子啊，表现好的同学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带手机，控制不住自己的那就只能教练给他手机收起来，因为不训练、不吃饭、不睡觉，光玩手机那就没有意义了。朋友们，我俩号，这个是大号，那个是小号，那小号朋友帮忙运营，然后看看这个不会这样的动作不会压迫颈椎吗？这样，朋友，你看啊，如果我们做这个少林八段锦有一式，他那个5劳7伤往后翘那个动作，他第一个动作这样，第二个动作他的头是这样拧过来，头拧，好，这样拧过来，然后再往下看。其实他的这个动作呢是，比如说这是咱们的颈椎啊，它是这样拧过来，然后再这样拧过来，然后再这样拧过来，不会压迫颈椎吗？力量不太大的话就不会。其实像八段锦，像这种养生保健功，它不会压迫到颈椎，说实话，真不会。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练一练脖子和腰，就是刚才5劳7伤，不对，那个摇头摆尾去心火的那个动作，那个动作真的非常好，那是八段锦里边的动作。要沉肩吗？要沉肩坠肘跟